5岁的儿子突然肾衰竭要死了，丈夫求我给儿子捐肾，可我却在配型成功后听到他们父子俩的对话。爸爸，等妈妈的肾移到瑶瑶阿姨身体里，我们不要救妈妈了好不好？这样瑶瑶阿姨就是我妈妈了。丈夫亲了口儿子，乖宝宝，总是知道爸爸想要什么。这一刻，我知道攻略失败了。系统，攻略失败，我接受惩罚，把他们都抹杀了吧。系统慢悠悠的出现，早提醒你，舔狗男2不是这么好攻略的。女主一有个风吹草动，即便是自己的妻子，也只是垫脚石，是替死鬼。那一瞬间的崩溃似乎已经将我击垮，现在我的内心只剩下麻木。丈夫和儿子一同为了别的女人要置我于死地。我此刻对系统是感激的，还好你帮我改了惩罚，要不是你，现在攻略失败要被抹杀的就是我了。客气，系统淡定回复，他们会在1周内意外死亡，你将合法继承林远恒的财产。明白了。门外一大一小焦急地等着我，我开门的瞬间，手里的报告单就被儿子林正正抢了过去。爸爸你看，是不是配型成功了？他焦急地把单子递给林远恒，完全没有多看我这个妈妈一眼。林远恒快速扫视了一下，眼底的兴奋溢于言表。成功了，有救了！林远恒和林正正相拥在一起，尤其是林远恒，高兴的眼泪都出来了。要不是我听到了他们对我的算计，此刻的我想必肯定会以为他的这行眼泪是为了即将获救的儿子而流。攻略了3年，结婚6年，我从不知道原来曲瑶一直在林远恒的心里，在那个最深最重要的位置，无人替代。大概在半个月前，林正正开始无缘无故的晕倒，幼儿园的老师也说他最近有些浮肿，经常一整天都不上一趟厕所，很不正常，建议去医院查一下。我急坏了，带他去了大大小小的医院，都查不出原因，只好让他暂时停课，回家有我24小时陪着。过了几天，发现他的确是如同老师说的那样，浑身莫名浮肿，全天几乎无尿，还过2天就会晕倒一次。我没日没夜的照顾，却换不来儿子的一点好转。我哭着给出差的老公打电话，林远恒很快回来，他第一时间就是指责我怎么把儿子照顾成这样。我满心只有自责，完全陷在了内疚的情绪里。林远恒带着林正正去医院，很快查出病因，急性肾衰竭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直接让我晕死在医院里。再睁眼就是林远恒跪坐在床边，亲吻着我的手，声泪俱下的求我，焕焕，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儿子，正正需要换肾，你是他的妈妈，你的肾是最好的。我几乎听不清他的声音。那一刻，我的脑中想的不是我失去肾会怎么样，而是正正还这么小，怎么受得住这么大的手术？医生说已经很严重了，需要尽快手术，不然……我当即答应了。我是一个妈妈，我必须要救我的孩子。可很快，我就在去拿配型结果的时候，听到了他们父子俩的计谋。手术定在了半个月后。林远恒收好单子，你需要先养好身体，先回家吧，我来照顾你。正正就住在医院里，这几天由护士照顾。我看了眼躺在床上装病的儿子，小小年纪竟然有这么深的城府，不过他还是太小了，希望我赶紧离开的心思全在脸上。我笑了笑，我还是在医院待着吧，正正需要人陪着，不是吗？林远恒犹豫了一下，点头答应。我有自己的单人病房。在我离开的下一秒，系统就给我播放了那个病房里的情况。林正正迫不及待地坐了起来，拉着林远恒的手就道：爸爸，怎么要那么久？那我这半个月还要继续装病吗？正正坚持一下，只要他们一进手术室，你就再也不用口渴也要忍着了，也不用每天吃盐巴了。林远恒举起右手做发誓状，爸爸到时候带正正去吃好吃的，正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好耶，我一定能装好的。听完这段话，我和系统都震惊了。为了骗你捐肾，竟然让这么小的孩子装病。系统摇了摇垫子头，所以林正正全天无尿是不喝水导致的，全身浮肿则是因为每天吃盐。系统哑然，林远恒还真下得去手。我默然，林正正自己不是也愿意吗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林正正一直坚持着只润口，绝不喝水，也每天偷偷在没人的时候吞盐巴。系统给我看的画面里，他小小的脸每次都被咸得皱在一起，却也无怨无悔。我越发觉得心凉。我把所有的爱和精力都给了他，到头来他竟然这样卖力的想用我的命换别人的命。记忆回到当初，曲瑶作为女主，定期会和男主上演一次你追我赶的戏份。她每和男主吵架，都会央求林远恒帮她逃走，而林远恒每次都甘之如饴，全力帮忙。我为了攻略他，给他当了3年的舔狗。后来他奶奶身体不好，我贴身伺候着，直到老太太安详离世，留下的唯一遗愿就是让林远恒不要辜负我，这才促成了我和他的婚事。婚后，林远恒时常出差，不过我也从未多问，只当他工作需要。2个月前出差频率和时间都大大增加，想来大概都是去看曲瑶了。深夜，母性使得我忍不住去了林正正的病房，内心深处我还是想劝他收手，可手刚触及门把手，就听到里面传来的通话声。林正正此时正在给处在另一家医院的林远恒打电话。爸爸，瑶瑶阿姨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好一点？林远恒的声音夹杂着电流声传来。不太好，但是正正不要着急，很快就手术了，等做完手术就一切都好了。林正正看着屏幕上的2个人，语气着急。正正今天一滴水都没有喝，你看。林正正从枕头底下掏出半包盐，还吃了好多盐，等我再多吃一点，一定让手术提前。林正正急于邀功，拼命地往嘴里倒盐，丝毫没有多想。一个爱他的父亲，怎么会舍得让他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呢？想到这，我觉得我那点子母爱简直多余。又过了1天，那父子俩突然端着好饭好菜来我的病房，说要一家人一起吃饭。吃到一半，林正正却突然哭了起来，说自己这2天身体又难受了，求妈妈救救他。我冷眼看着他眼，忽然道：要不还是重新找肾源吧，正正身体这么差，手术后还要人照顾，别人照顾我不放心。父子俩立马变了脸色。
林正正大哭了起来，妈妈你不救我了吗？呜呜呜，你就是个冷血无情的骗子，儿子要死了都见死不救。林远恒也慌了，老婆不是说好了吗？正正你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好他的，到时候我给你们请最好的医生，找最好的疗养师，一定能照顾好你们俩。他一边说一边还在我的视线外冲林正正使眼色。在爸爸的暗示下，林正正会意，立马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林远恒抱着晕过去的儿子，双目微红，没事的，老婆，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我和儿子都不愿意为难你。谁让儿子命苦，这么小就得了这种病？我默不作声地看着他们父子俩演戏，内心觉得恶心的不能再恶心。这9年多就当是一场梦吧。我喊来系统，距离他们被彻底抹杀还有几天？林正正还要3天。林远恒呢？4天。知道了，他们会在我手术的前2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这天开始，林正正的病情突然加重。林远恒以为是小孩急着换妈妈，演得更加伤心了，还偷偷带他吃了顿肯德基奖励他。好正正，最近辛苦你了，以后爸爸天天带你吃好吃的。好耶，到时候带上瑶瑶阿姨，我们一家3口不理妈妈那个母老虎。好，都听正正的。林远恒笑得很开心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美好生活的曙光。林正正不明所以，也没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急转直下，高兴地附和着。可是除了我和系统，没人知道他已经从演的肾衰竭变成了真的急性肾衰竭。可笑的是，他们找来配合演戏的医生，当着他的面跟我陈述林正正的病情的时候，林远恒也以为是剧情里的内容。林远恒满面春风，内心觉得这笔钱花得真值。距离林正正病发倒数第2天，我一大早就听到护士说林正正凌晨在睡梦中昏迷了，现在需要紧急手术，必须要直系亲属签名。我淡定地吃着早饭，他爸爸呢？找他爸爸呀！护士急得都要哭了，找了，护士站电话都要打爆了，那头就是不接，一直关机。我喝完最后一口粥，拿起笔签了自己的名字。毕竟在旁人看来，我作为林正正的妈妈，此刻待在医院里就是为了给林正正做换肾手术，又怎么可能在他突然病危的时候拒绝签字呢？我半真半假的拜托医生全力抢救，哭着喊怎么生病的不是我。周围的人无不为我这个悲怆的母亲动容，只有半昏迷半清醒的林正正迷迷糊糊的喊着瑶瑶阿姨，正正难受，想要阿姨亲亲，正正不要妈妈，妈妈不让我看手机，老是管我，瑶瑶阿姨，我要阿姨陪我，正正好难受，要阿姨。我的最后一滴泪落下，林正正被推进了手术室。回到病房，系统打着哈欠出现了。你猜亲儿子要死了，林远恒刚才在哪？我毫不犹豫说在曲瑶那里。系统给我播放了那头的画面，曲瑶躺在病床上，被紧急推进了手术室。两人在手术室门外难舍难分，林远恒红着眼，保证很快就会带着我的肾去救他。可曲瑶被推进手术室的下一秒，却画风突变，门刚一关上，他就从病床上爬了起来，拿出手机开始打游戏。我被自己的口水呛了一下，这是没错，系统说曲瑶的病也是假的，他为什么装病骗肾？我满脑子不可思议，几个健康的人竟然套娃一样的一环骗一环。系统迷之微笑，别急，也没多长时间了，你且看戏吧。林远恒来医院很晚，晚到林正正已经出了手术室。林先生，手术失败了，林正正。系统在给我播放林远恒那边的画面。林远恒脸色刷白，不是，你闹着玩呢？我们不是只是在演戏吗？你收了我那么多钱，结果把我好好的儿子弄出了急性肾衰竭。林远恒歇斯底里地朝着医生低吼，我儿子有没有病，你不知道吗？医生满脸歉意，也许是入院检查的时候出了问题，您儿子的确患有肾病，今天凌晨也的确是急性肾衰竭导致的半休克，经过1天的手术，我们还是没能，抱歉，我们尽力了。医生说完，朝林远恒微微低了低头，就要侧身离开了。下一秒，我看到画面里出现一个小小的透明的身影，是林正正的灵魂。他满脸的迷茫，慌乱的在走廊跑来跑去，直到看到爸爸的身影，才惊恐的跑过去。爸爸，我怎么了？我刚才好难受。他的身影毫无阻碍地穿过林远恒，丝毫没有引起林远恒的注意。5岁的林正正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他花了很长时间，只发现了一点，现在没有人能看见他了，也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。突然，林远恒疯了似的朝手术医生的办公室跑去，他抓住医生的手，我儿子的2个肾都没用了吗？能不能？医生面露疑惑。林远恒挣扎了一下，能不能把他另一个肾取出来？我要救人。听到这里，不止医生震惊了，我和系统也被他震惊到了。不过最无法接受的恐怕还要数林正正，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死了，并且爸爸要把自己的肾取出来救人。救谁呢？瑶瑶阿姨。稚嫩的脸上2分犹豫，8分伤心。爸爸，你不要正正了吗？正正讨厌你。他大哭着，我要去找瑶瑶阿姨。只有瑶瑶阿姨是真的爱正正，他想要跑出去找他最爱的瑶瑶阿姨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只能跟着讨厌的爸爸。他不断的哭喊着，可是没人能听到他的声音。医生无语的跟他解释，要是还有1颗肾能工作，他也不至于死啊。林远恒脸色灰败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他抛下林正正的尸体，马不停蹄的又朝着曲瑶在的医院赶去。他要再想办法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要救曲瑶。那头收到林远恒消息的曲瑶立马换上病号服，躺在床上扮演林黛玉，两人一见面就抱在一起哭。曲瑶善解人意，没想到正正这么小，可惜我也陪不了你多久了，你以后要保重自己。不会的，林远恒紧紧抱住曲瑶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我今天回去就想办法，我会让沈周的手术如期举行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曲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我爱你。从那头出来，林远恒又一刻不停地赶到我这里来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先瞒着我林正正已经死了的事情。果然见到我的第一眼，他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，周周，老婆，正正不行了，你今天就手术吧。
我头皮一跳，被他这股子劲感动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点头道，为了救儿子，我义不容辞。不过，我话锋一转，明天吧，今天我吃过饭了，手术前要空腹，今天来不及了。林远恒感激涕零，一把将我抱进怀里，谢谢你，老婆。哦，狠狠反胃中，不远处，林正正盯着我，依旧是满脸的不在乎，甚至是讨厌，但懵懂的眼神中隐约透出了一丝不解，似乎不明白一向跟他作对的妈妈，竟然会毫不犹豫的要捐肾救他。不过他很快就想通了，沈周是他的妈妈，就算他们关系再不好，他救他也是天经地义。只不过他再也活不过来了。林远恒像是生怕再出现什么意外，夜里非要在我的病房守着我，还把我的入院检查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确保我的身体是完全健康的。有不明真相的护工羡慕我，林太太，您的丈夫对您可真好。我微笑点头，他是个好人。深夜，我在睡梦中察觉到林远恒醒了一次又一次，每次都会摸一下我的鼻息，生怕我又跟他儿子一样，睡着人就没了。想再找新的肾源可就难了。我无语的被吵醒了一次又一次，直到凌晨5点的时候，从躺椅上起来的男人一头栽在了地上，吓得我一个机灵就从床上站了起来。系统跳了出来，他死了，中风。这么草率？系统解释，他的死亡是你任务失败的惩罚，如果任务成功了，他不就不用死了？害得我还得多写一份角色死亡申请，真是讨厌。我哑然，真是我的好系统，我任务失败，他帮我改惩罚，从抹杀我变成抹杀林远恒和林正正，多做的工作还不算在我头上，跟对系统了。哈，虽然我胳膊不硬，但是我背景硬。反应过来后，我立马冲出去，哭着大喊一声：“救命啊！”我老公晕倒了，医生护士一蜂窝冲进病房，人挤人，挤到裤衩子都能交换了。我听到人群中有同情我的声音响起，真惨呐！昨天死儿子，今天丈夫又倒下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医生就宣布了林远恒的死亡。周围对我联系的声音更大了，真命苦，老公儿子全死了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哟？怎么过？当然是花钱如流水，铁打的我流水的男朋友，今天去三亚，明天去马代，这样过喽。医生一脸菜色，看向我的眼神几乎要流泪，实在是很同情你，但是林太太，我们真的尽力了。林先生他……呜，我掩面哭泣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我整个人都笼罩在悲伤的氛围里，以至于医生过了很久才问我，林先生的尸体会送去火化，你方便跟我一起去签个字吗？哦对，还有林正正的，林先生生前说他有急事，没有来得及给林正正签同意书。急事，大概就是去找曲瑶吧。我点点头，泪流满面的跟着医生去了太平间。另一边，林远恒的灵魂也出现了。林正正瞬间就扑了上去，爸爸坏，你竟然要取我的肾，还有我都死了你还不签字，你是个坏爸爸。我不要你做我爸爸了，我讨厌你。林远恒猝不及防，在林正正的一声声控诉中反应过来，他死了，和儿子林正正一样死了。现在在这的是他和正正的灵魂，两只灵魂被迫跟在我的身边。林远恒满肚子疑问，我怎么死了？沈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医生，为什么死的是我？你们说话呀！手术呢？沈周，你怎么没有手术？曲瑶，他喋喋不休了半天，终于在想到曲瑶的时候停了下来，他落泪，曲瑶，我帮不了你了。不过等你死了，我们还可以团聚。我签完2个人的火化同意书，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送走了。林正正似乎已经麻木了，他没想到到最后送自己一程的人，竟然是自己最讨厌的妈妈。他最爱的瑶瑶阿姨，连出现都没出现一下。另一边，一直等着的曲瑶迟迟收不到林远恒的消息，拖着病弱的身体来了这边。林远恒和林正正看到他的身影，双双眼睛一亮。林正正，我就知道瑶瑶阿姨会来看我最后一眼的，可惜我已经被那个恶毒的女人活化了。林远恒，瑶瑶这么好的女人，命太苦了，她剩下的日子没有我要怎么过？曲瑶来到我面前，假装咳嗽了2声，就迫不及待地问：林哥呢？我怎么联系不上他了？他面色焦急，不似作假。林远恒急得团团转，都病得这么重了，还只知道关心我，这个傻女人。我对着曲瑶晃了晃林远恒玩的手机，因为他的手机在我这里。曲瑶面色微变，你拿他手机干什么？他人呢？我努了努嘴，指向太平间的方向，中风死了，已经送去火化了。曲瑶僵住，怎么可能？沈姐姐，你别拿林哥开这样不吉利的玩笑。我真诚道，不信你问医生。我随手拉住一个医生，请问今天早上中风死掉的那位患者是不是叫林远恒？在曲瑶钉子一样的目光中，被随机选中的医生回忆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对，你们是家属吗？节哀。啊！曲瑶发出凄厉的嘶吼，他狠狠瞪着我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见他最后一面？你是不是怕我拿走属于我的财产？我有些跟不上他的脑回路，上一秒还贴心问候呢，下一秒就算计起财产了。我笑了笑，你的什么财产？我才是他的合法妻子，只有我和他的，哪来的你的？曲瑶死咬着牙，你这个毒妇，林远恒一定是你害死的。我佯装惶恐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说，林远恒是在医院里出事的，再说我可要告你诽谤了。曲瑶说不过我，红着眼跑了。林远恒和林正正一起气急败坏，一大一小的指着我骂我恶毒，比不上善良的曲瑶的1/1000。我捋了捋头发，把他们当屁，我也不用再待在医院了，就收拾回了家，却发现别墅的大门是开着的。林远恒和林正正的灵魂被迫跟在我的身后，我们一起走了进去。全死了，他们全死了！曲瑶尖利的嗓音从里面传了出来。还想着骗颗肾去卖钱，以后过好日子呢，没想到父子2个全是短命鬼，浪费时间陪他们演了那么久，真是晦气。幸好之前姓林的给了我这里的钥匙，你们快给我搬，把之前的全都给我搬走。听着里面的声音，我内心狂笑。林远恒、林正正，没有什么比亲耳听到真相更刺激了吧？不可能，假的！林远恒脚不虚浮，瑶瑶那么善良，怎么可能骗我？林正正也满脸的不可思议，瑶瑶阿姨不是这样的，她怎么会是骗我们的呢？她怎么能骂正正短命鬼呢？正正是为了她。
我心情愉悦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喂，这里有人入室抢劫。等一下，等等，这父子还想阻拦我，可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。我走进去，曲瑶看见我吓了一跳，但是很快反应过来，你跟林远恒是夫妻又怎么样？他说过他的财产都会给我，这里的全部东西都是我的。他理直气壮地指挥着旁边的几个人继续搬，我也没急着阻拦。林远恒刚死，你就急着搬他的家产分他的钱，你对他的感情都是假的呀。曲瑶顿了顿，心虚的别过头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林哥也希望我过得好。说着，他再度张牙舞爪起来，要不是你不让我见他最后一面，我根本不需要找人来搬，他自己会把所有的钱都给我的。他挺着腰杆，见东西搬得差不多了，就雄赳赳地准备离开。我跨一步挡住，急什么？还有一份礼物没到呢。什么礼物？林哥留给我的。曲瑶斜睨着我，算你识相，还知道把林哥的礼物给我。话音一落，门外就响起了警笛声。曲瑶等人下意识就要跑，却刚好被警察拦在了门外。林远恒和林正正尽管意识到了一切都是一场骗局，却还是下意识地维护曲瑶。沈周，你也太狠了，这点事值得报警吗？警察掏出证件，打开执法记录仪，谁报的警？我举手，他们入室抢劫，都快把我家搬空了。曲瑶脸一白，误会，警察同志，我没有，都是误会，入室抢劫不是小案子。警察立马将里面所有的人都控制了起来。曲瑶朝着警察叫嚷着，这是我老公留给我的遗产，我只是搬走属于我的东西。警察皱眉看向我，我秒懂，噔噔噔跑上楼拿出结婚证，这套别墅的房产证，以及他动过的所有值钱物品的购买小票。警察你看，这是我和林远恒的结婚证。我又翻开房产证，上面赫然写着我和林远恒的名字，这是这套房子的房产证。我将剩下的小票和物品一一对应，这些是购物凭证，能证明东西都是我的，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进来搬走，就是入室抢劫。警察把所有证件都检查了一遍，心中已经了然，遂转头问曲瑶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曲瑶嗓音大得吓人，他道，林远恒说过他的财产都是我的，我能证明的。警察一听能证明，只好耐着性子，你拿什么证明？另一个警察也开口，林远恒和这位小姐是合法夫妻，他们的财产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曲瑶支支吾吾，直接哭了起来。林远恒发过誓的，他说他的所有财产都会给我，不然就不得好死。在场人都无语了。所谓的证明就是口头发誓，那些来搬东西的人也急了。曲瑶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说让我们来搬你老公的东西抵债，合着老公不是你的，东西也没一个是你的。那些人想走，却被警察拦着，只能把火发在了曲瑶身上。曲瑶变无可变，一群人都被带去了警局。房子里安静了下来，我无视那两道灵魂的喋喋不休，开始跟着系统清算财产。林远恒从质问变成了自言自语，竟然一直是骗我的吗？不可能吧，我不相信，曲瑶那么善良，最多想要点钱，不可能害人性命的。林正正也说，他要的是妈妈的命，又没有要我的命，他还是爱我的，他把我当成妻儿。林远恒，沈周你也太狠了，你给他点钱不就行了，为什么要害他进警察局呢？我一边看着系统里飞速加载财产的进度条，边朝他们俩出了声。林正正，你为了曲瑶不要你妈妈我的命，你爸为了曲瑶不要你的命，而曲瑶你们俩的命他都不要，他只要你们的钱，或者可以换成钱的腰子。你能看见我们？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？两个人同时震惊出声。我没有再理他们。进度条加载完毕，我成了个丧偶的富婆。我问系统这两个灵魂什么时候能消失？系统说，淡定，我天生打工人，又写了份申请，给你准备了个惊喜哦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曲瑶那群人在局子里被查出涉嫌人体器官买卖，2罪并罚，喜提35年铁窗泪。我把新闻投在了大屏幕上，心思全系在曲瑶身上的父子俩如遭雷劈，铁证如山，他们不得不信。林远恒红着眼看向我，老婆，我真的错了。林正正跪坐在地上，妈妈，妈妈，正正知道错了，正正还想当你的儿子。两人涕泪横流，只有你能看见我们，你应该是有办法复活我们的吧？又过了2天，曲瑶在监狱里查出急性肾衰竭，当晚暴毙。我只看了一眼新闻就换了台，而那两父子对曲瑶的死活也没了反应。老婆，妈妈，系统噔的一下跳出来，曲瑶也死了。这下他们装病的最终都成真病了，恶有恶报，爽。那这俩呢？能送走了不？系统潇洒一挥手，当然，我现在就是来回收他们的垃圾，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。全文完。